第9行星又出現了嗎？你猜它是超級地球還是迷你海王星？又或者是傳說中的尼比魯？這次不是鬧着玩的，通過29個詭異天體的軌道和第9行星的計算機模擬完美對上，可信度直接拉滿到5西格瑪。這是什麼概念？隨機誤差概率僅350萬分之一，這可是科學確認發現的黃金標準。這次要是確定了第9行星的身份，不光是天文界的超級大地震，支持尼比魯假說的人估計得徹底沸騰到原地起跳。不過要說明一下，這29個天體裡大概一半的軌道才被精準測定，統計說服力全靠這些天體的整體分布模式撐着。第9行星的首席研究員康斯坦丁·巴蒂金教授都放话了，我們正越来越接近找到它，而這曾是19世紀中期天體力學最偉大的成就之一。其實縱觀歷史就知道，人類開發出新工具、新方法，探索宇宙時，總能挖出幾顆新行星。這波發現早就有跡可循。早在1781年，望遠鏡的發明直接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。威廉·赫歇爾把望遠鏡對準宇宙，突然發現一顆暗淡的星星，每晚觀測都在移動。太陽系家族喜提新成員，天王星正式上線了。可問題來了，天王星根本不按預測軌道走，硬生生偏離了既定路線。更詭異的是，天文學家還發現了一群叛逆的冰凍岩石，它們在太陽系裡走得亂七八糟。那些奇怪軌道用已知行星的引力根本解釋不通。科學家們越想越激動，會不會有一顆我們沒見過的巨大行星在悄悄改變天王星的軌道？這不就是傳說中的第8行星嗎？於是當時的數學家奧本·勒維耶直接開算，他算出天王星的軌道異常只能用一顆額外的行星來解釋。他不光算清了這顆行星的質量，還精準鎖定了搜索位置。天文學家們照着預測地點一瞄，海王星赫然在目，距離勒維耶預測的位置僅偏離1度。到了20世紀，太陽系看着越來越完整，可海王星的軌道也有點不對勁，總在輕微擺動。天文學家們又猜，會不會還有一顆更遠的行星？抱着這個想法，他們用新望遠鏡搜索太陽系遠郊，結果意外發現了冥王星。當時直接把它歸為第9顆行星。可誰能想到，進入21世紀後，大型巡天望遠鏡在海王星之外一口氣發現了數百個新天體，這些天體大小不一，有的甚至比冥王星還大。這片區域被命名為柯伊伯帶。也正因為這樣，冥王星在2006年被降級為矮行星，第9行星的位置再次空了出來。但柯伊伯帶的遠方正發生着更奇怪的事，而且這些事兒都在暗示第9行星可能真的存在。康斯坦丁·巴蒂金教授说，2014年天文学家觀測柯伊伯帶天體時，發現了一個反常現象，最遙遠的天體居然扎堆朝着同一個方向，還以共同的角度傾斜，就像被什麼東西硬生生拉過去一樣。這種排列方式絕不可能是偶然。巴蒂金教授當時就意識到，這是典型的軌道排列現象。我們終於拿到了第9行星存在的第一個關鍵線索。2年後，巴蒂金和麥克布朗順着這個線索深入研究，他們運行了無數次模擬，終於找到了答案。一顆巨大的行星正在一條偏心又傾斜的軌道上，遠遠繞着太陽轉。他們的模擬預測顛覆認知。1. 這顆行星最遠點，距離地球能達到800倍。地日距離繞太陽一圈得花1萬到2萬年。2. 質量大概是地球的5至10倍，大小是地球的2.0至2.6倍。最新研究更傾向於它是一顆迷你海王星，外層還裹着一層氫氦包層。3. 更巧的是，這種大小的行星在宇宙中隨處可見，唯獨我們太陽系之前沒發現。難道它真的潛伏在邊緣？而且第9行星的證據可不止柯伊伯帶的扎堆天體，還有一群分離天體在瘋狂暗示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太陽赤道面和行星軌道面有6度左右的傾角，這很可能就是第9行星長期引力作用的結果。在外太陽系，海王星就像個保安，靠近它的小天體都會被拋去柯伊伯帶，但有顆叫賽德納的矮行星，軌道遠得離譜。
從來沒靠近過海王星，也沒受它引力影響，這就是分離天體。可問題來了，沒有巨行星的引力推它，賽德納怎麼跑到這麼遠的軌道上？答案還是第九行星。數百萬年來，第九行星一直在輕輕撞這些遙遠天體，把它們推得越來越遠，徹底脫離海王星的影響。而且不止賽德納已經確認的4個分離天體，所有運動軌跡都能被第九行星的存在完美解釋，這可不是巧合。另外，卡西尼號的探測數據還顯示，第九行星絕對不可能在軌道上的某些特定區域，這也給找它縮小了範圍。第九行星的引力不光會聚集分離天體，還會花式攪動它們，有大量天體的軌道軸線和太陽系其他部分偏離嚴重，甚至能達到90度，甚至有天體在反向運行，也就是逆行繞太陽公轉。在第九行星理論出現前，這些詭異軌道根本沒法解釋，可模擬一加入它，一切都變得合理。數百萬年的輕輕拉動，就把天體送到了極端軌道上。肯定有人好奇，天文學家是怎麼模擬出這一切的？怎麼複製整個太陽系找第九行星的位置？巴蒂金教授揭秘了過程，其實就是建2個太陽系模型，一個有第九行星，一個沒有，然後讓它們運行數十億年，對比兩者的差異，結果一目了然。加入第九行星後，外太陽系的小天體不再雜亂無章，而是按確切方式有序排列。這些獨特模式就是第九行星留下的引力指紋。更讓人興奮的是，模擬還給出了新預測。這個過程不僅在過去45億年發生過，現在還在繼續。也就是說，應該有一股天體流，像外太陽系物質的河流，正持續被推入木星和海王星之間的軌道。第九行星和海王星就像在用這些冰凍岩石玩接球遊戲。模擬還說，如果第九行星存在，海王星之外約3%的天體軌道會和海王星相交；如果不存在，這個比例只有0.5%。而目前，他們已經發現了29個這樣的天體，和有第九行星的模擬完美契合。看到這兒，肯定有人問，既然都能算出軌道和大小，為什麼不直接用望遠鏡對準拍張照？就像當年找海王星那樣，首先是精確度。打個比方，你知道自己每天都要睡覺，但沒法精準到幾點幾分幾秒睡着吧？放到天文尺度，這點細微偏差直接變成天壤之別。其次是靠譜工具，天文觀測同樣需要給力的工具，所以無法拍攝的關鍵難題主要是這2個：一，我們只知道軌道形狀，但不知道它在軌道上的具體位置。柯伊伯帶天體還沒完成一次公轉，第九行星可能在巨大軌道上的任何一點。二，它距離太陽遠達200至1000倍地日距離，亮度極其微弱，比冥王星還暗上萬倍，還處在最大望遠鏡的觀測極限邊緣。三，要看到它，得把地球最好的望遠鏡推到絕對極限，長時間曝光疊加多張圖像，才能揭開它的面紗。目前最大的障礙就是觀測設備。但好消息是，為拉魯賓天文台或是打破僵局的關鍵，它有8.4米巨大鏡面和有史以來最大的相機，能快速拍攝廣闊天區，每3天就能對整個可見天空進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度掃描。以前這得花數月甚至數年，靈敏度高到能探測到月球表面點燃的一根蠟燭，它會進行為期10年的全天延時攝影，發現更多詭異天體，幫科學家完善第九行星的模型。巴蒂金教授現在信心滿滿，如果第九行星真的存在，未來2年內至少能在統計層面拿到確切證據。要是魯賓天文台沒找到第九行星，還有其他解釋嗎？一、觀測偏差。有人說軌道異常是觀測區域有限導致的錯覺，但隨着觀測範圍擴大，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。二、海王星遷移。40億年前，海王星向外移動，可能捕獲了一些天體，形成現在的聚集模式。三、原始黑洞。一個質量和預測行星相同，但事件世界只有幾厘米的黑洞，這幾乎不可能直接觀測到，純屬推測性理論。四、多行星假說。也有研究認為，可能是2至3顆較小的行星一起發力，共同造成了外太陽系的軌道擾動。五、行星外。
2025年，還有科學家提出可能存在另一顆質量是地球10至20倍的行星，軌道離太陽更近，大概100倍地日距離。第9行星的身世之謎是棄子還是外來戶？如果第9行星真的存在，它是怎麼來的？主流理論，它原本是冰巨星的初期階段，像海王星或天王星那樣，在早期太陽系被彈射出去，成了被拋棄的冰巨星核心，在邊緣孤獨運行。另一種可能，它是太陽誕生星團中從其他恆星系統捕獲的流浪行星，這種概率大概有10%。如果我們真的找到第9行星，該給它取什麼名字呢？按照太陽系行星命名，傳統所有行星都以希臘或羅馬神話人物命名，最終名字由國際天文聯合會和發現者決定。但不管叫什麼，基於目前的證據，第9行星存在的可能性極高，但要真正直接觀測到它，或確定它是不是行星，威拉魯賓天文台還需要更多時間積累數據。預計在未來5至10年內給出最終答案。無論結果如何，這都將是天文學史上的重要時刻。最後依然是腦洞時刻，你覺得蘇美爾泥板上的尼比魯星會不會就是第9行星？歡迎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。